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王，这次来上手测试一下目前已经公布的 NVIDIA 安培架构30系列显卡中的旗舰款 RTX 3090，而且是来自影驰 Gamer 系列的非公版。在上周，我们已经给大家带来了老黄厨房三宝之一的 RTX 3080显卡的上手评测今天就终于轮到其中最贵的那张3090了。对比3080，同样是 GA102 核心的3090下的刀要轻一点，库塔核心数量提升了约20%，直接突破了1万个。要注意，这个库塔单元数量只是和同架构的显卡之间横向对比，10系、20系、30系每一代的核心里面，单个库塔单元能干的事情都有变化，战斗力的算法都不同。就好像3080虽然标称的库塔单元数量是2080 Ti 的2倍，实际性能只提升了30%多一点。如果说20%的库塔单元提升只是让人觉得意犹未尽、锦上添花，那3090的另外一个参数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狂飙突进了。这个指标就是显存。虽然都是最新的 GDDR6X，3080显存只有10GB， 而型号上只加了10的3090的显存，却一下子上到了24GB， 翻倍还不止。3080和3090的关系正好与上一代2080 Ti 和 RTX 泰坦的关系类似。老黄在发布会上也提到了上一代泰坦的需求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所以这一代才专门打造了一个大核心的安培显卡。正因为和泰坦定位相近，3090才配备了24GB 大显存，来满足超清视频剪辑、高分辨率 3D 渲染、AI 深度学习等专业用户的需求。除了专业用户以外，3090也没有放弃游戏用户。老黄声称它是第一款能以 8K 分辨率、60 FPS 运行游戏的显卡。虽然大品牌 8K 显示器以及电视机的价格还是高高在上，但是可以实现这个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超高清游戏画面，确实是给人留下了里程碑式的印象。所以这次视频我们也会来测一测 8K 游戏，看看老黄有没有吹牛。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经典而永恒的问题：3090这么强悍，代价是什么？对，没错，那就是比3080翻2番还要多的，不只是显存，还有价格。大陆地区3090的官方指导价直接去到了12000元。虽然对比上代2080 Ti 和泰坦来说，甚至可以用划算来形容，但是12000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笔巨款。所以这次就要来测测看这笔钱花下去是否值得，以及什么人会适合购买3090。这一次我们上手测试的是影驰的 RTX 3090 Gamer 非公版显卡。这次的 Gamer 显卡采用了全新的外观设计，散热器外壳上面布满了积木的拼接点位，我量过可以兼容乐高积木，实测可以将英特尔大楼积木周边的零件给按上去，实现一次神奇的联动。散热器正面的透明罩子以及左右2个让人想起 Switch 手柄的红蓝零件都是可以拆下来的，也就是说整个散热器可以 DIY 成你喜欢的样子，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设计了。背板上面同样采用了红蓝撞色的设计，背板尾端有做开孔，这一代30系非公大多都采用了 MV 官方的风道设计，让最后一个风扇的气流可以直接穿出来。同时这些开孔我测试过也是可以兼容乐高积木的，就是塑料积木放在出风口好像不太合适。同时，作为旗舰级别显卡的非公版 RTX 3090 Gamer 的体积也比较大，它采用了3风扇的散热器设计，全长去到了340毫米，厚度达到3槽，高度也有接近14公分。购买前要注意确认好自己的机箱是否能放下。显卡除了原装的3槽 I/O 挡板之外，还附送了一个2槽的替换键，可以提高一点兼容性。虽然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强多少，毕竟散热器本身也接近3槽高了。显示输出接口方面，3090 Gamer 采用了公版的3个 DP1.4A 和一个 HDMI 2.1 的设计，可以支持 8K 60帧画面输出。为了扛住30系显卡的大型散热器，防止 PCB 变弯或者影响主板的 PCIe 插槽，目前我看到的影驰30系非公显卡都附送了显卡支架，这个要好评。这东西虽然不贵，但是让人感觉有考虑到用户的使用体验。显卡顶端的 Gamer 及 GeForce RTX 字样带有 ARGB 灯效，支持4大板厂的灯效同步。盒子里面带有一条灯效同步线，插到主板的5伏 RGB 接口即可。这个设计真的希望各大厂商都能采用，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不同品牌的显卡和主板插一起之后灯效各跑各的。在显卡顶部也可以看到供电接口为常规的8+8拼，加上 PCIe 槽的理论最大输入功率为375瓦。说起来目前好像真的没有 AIC 厂商采用老黄的12拼接口。另外一个可以在顶部看到的东西是 NVLink 接口，目前散热器中只剩3090可以支持 SLI 了。拆开之后可以看到影驰的这张3090 Gamer 使用了5+2热管的高规格散热器，温度表现值得期待。PCB 本体的长度实际上只有27公分不到，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冷头的话，其实倒是挺适合上水放在 ITX 机箱里面的。这里也可以看到 PCB 左右2边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供电元件。
中心部分躺着这一次的安培大核心 GA102，不过后面的编号和3080不同，是切得比较少的 GA102-300。核心旁边以及 PCB 的背面是一共24颗的美光 GDDR6X 显存，而且3090上的显存频率要更高一些。等效频率3090是19.5 Gbps，3080是19 Gbps， 再加上3090显存控制器更完整，位宽更大，显存带宽要比3080高出不少。显卡的里里外外都看完了，那么终于来到性能测试部分了。放心，拆解是全部项目测完之后才补的，不会影响散热表现和性能。在开始公布数据前，还是按照惯例说明一下测试环境。简单来说，为了保持条件统一，方便对比，和上一次测试3080时为同一套，所以这回就快速浏览一次，方便新观众了解情况。想知道详细理由的朋友，可以回去看一下3080的评测视频。CPU 是最强处理器之一的 i9-1090K 超频到了 5.3G， 主板是为了超频特化的 ROG M12A Maximus 12 Apex。散热器是终于开始了预售的 EK Elite 360D RGB 精英款一体式水冷。内存和这一次的显卡一样，来自影驰，是 HOF Extreme 4266 8GB×2， 并且超到了4400 C17， 搭配上前面的 CPU， 现在如果哪个游戏有瓶颈那就可以说是游戏它自己的问题了。SSD 再次是影驰的名人堂 HOF Pro 1TB NVMe PCIe 4.0 SSD， 确保加载速度。电源是追风者 Revolt X AT Plus 1200瓦白金双系统电源，稳定的同时方便统一对比功耗。性能参照物还是上一次的2张显卡，分别是肥仔手工制作的公版2080 Ti 以及 NVIDIA 官方的 RTX 3080 F1。虽然官网已经更新了456.38驱动，我们的3090也会用这个驱动来跑不然不识别。但是经过我们的测试，3080在新驱动下的性能和之前的456.16时并没有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同时，因为测试平台是统一的，以及时间的关系，2张参照物显卡的理论性能及游戏数据会沿用上一次评测时跑出来的。除了吃鸡因为游戏更新导致旧的记录文件没法用了，要重跑。那么来公布成绩了，第一个项目自然还是老朋友 3D Mark 理论跑分，在相同架构的显卡之间，它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实际出来的成绩 ，2K 分辨率的 FS1 TS 中，3090比3080强得少一点，只有11%左右。而 4K 分辨率的 TS1 和 FSU 则再强多一点，到13%左右。这里和3080对比2080 Ti 时的情况也类似，分辨率高时优势也会大点，可能和显存位宽也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即使在光追测试项目 Port Royal 中，3090也只比3080强了13%左右，并没有和酷打数量的增加成正比。3D Mark 的测试项目中，分辨率最多只到 4K，8K 分辨率下3090会不会提升更大一点，就要看后面的游戏实测了。在 2K 和 4K 分辨率的游戏实测中，也是比较类似的情况。地铁离去中，3090比3080刚好就是强了13%、14%这样。以及在这个游戏发售了1年半之后，终于有显卡能带动它的光追高特效 4K 60帧了，还要是开了 DLSS 才行。不过在对光追支持较好的德军总部新血脉中，3090反而只比3080强了10%左右有点迷。顺带提，为了方便设置，画面都会统一选择游戏提供的预设中最高的那档，除了《刺客信条：奥德赛》调低了带有随机性的体积云，以及个别游戏手动将抗锯齿设置到 FXAA，同时能开启光追的游戏都会开启。古墓11里面3090的提升恢复到10%到13%之间，而且能看出来是 2K 下提升少点， 4K 下提升高点。4K DLSS 因为是从低分辨率 AI 脑补上来的，所以提升也恢复回 2K 时的样子。Control 只要稳定一些 ，2K 约13%， 4K 约13%， 4K DLSS 还是约13%，太稳定了，以至于我都找不到吐槽的地方了。然后之前的2款未上市的游戏 demo 我们也跑了，这2个 demo 因为主要做展示用途，把光追特效堆到了极致。不过3090也并没有就因此而拉大和3080的差距，3090和3080都是从 GA102 里面切出来的，看来切的时候酷打单元和光追单元的切割比例是一致的。而在传统游戏中，3090锦上添花的程度要更小一点，很多项目中的提升连10%都不到。3080对比2080 Ti 也是在传统游戏中差距会被缩小一点，看来散热系显卡的优化重点确实是在光线追踪和高分辨率上。最后的游戏吃鸡中，不管是 2K 还是 4K 提升比例都在10%左右。顺带提，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技术老哥把吃鸡的渲染比例开到了120%。如果设置回常规的100%，把那20%的性能放出来的话，3090真的可以硬扛 4K 超高特效144应该是目前第一张能做到的卡，而且这还是跳得最多人的地方。
在3080本身已经很强悍的基础上，10%几的性能增加幅度其实不能说小比上一代 RTX 泰坦到2080 Ti 的提升幅度是要大的。3090对比上代上市时价格也要过万的2080 Ti 强了也有40%到50%几。但是相对于3080加量还减价，让人兴奋3090毕竟还是挺贵的，这个增强幅度实话说就让人比较冷静一些了。所以我们要来玩一些更能让人兴奋的东西，用3090玩之前想都不敢想的 8K 游戏。一开始我其实没有打算测 8K 或者是最多虚拟分辨率模拟下的因为 8K 的显示器和电视机实在太贵了直到我发现长虹居然出了一款只要4000多块钱的 8K 电视机55D 8K， 那就可以搞一下了。这台电视机是55英寸7680x4320物理分辨率，输入是 HDMI 2.1 接口，要买兼容的视频线。确实，这个电视机的亮度和平均度等都不咋地，延迟肯定也比电脑显示器要高。但是，这是目前我唯一能买得起的 8K 显示设备，用来跑测试以及尝鲜一下 8K 画面的效果是足够的。大家就理性消费一点，真的有需求才考虑。刚买回来的时候，因为散热器显卡太新，长虹那边还没来得及兼容。后来我通过京东的售后客服转接到技术客服，再加了他们微信的客服，然后进了他们微信的 8K 咨询群，再联系到他们的研发工程师，终于在他们的远程协助应急处理下解决了 8K 显示的问题可以连接散热器显卡输出 8K 60帧画面了。普通用户的话，等几天应该就会有正式固件可以用。虽然中途有点折腾，但是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8K 画面确实非常震撼，在这么大屏幕的情况下，只要不是贴着脸，稍稍离开20-30公分就完全看不到像素点了，非常的清晰锐利。当然光看风景是不够的，所以赶紧进入到正题来玩 8K 游戏。第一个是吃鸡，这个游戏没有 DLSS， 完全靠显卡硬扛。明明2年前说要支持的，在 8K 分辨率3级至100%渲染的情况下，3090跳自闭城可以达到70-80的帧率，已经可以实现流畅的游戏了。而3080实际上也可以跑到60到70帧，稳住及格线。此时2张卡的差距是15%左右，确实比 4K10还要大一点。开到 8K 分辨率之后，站到训练场的高台上，可以看清左上角靶场里面的人的动作，真的是放大再放大，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是 1080P， 这里估计就只有像素点了。8K 分辨率对这种多人游戏还真的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过来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 Control， 感兴趣是因为在之前老黄官方放出的 8K 游戏数据中 ，Control 原生只有10帧不到 ，DLSS 之后却有57帧，DLSS 真有这么神奇？实际的情况是3090开高画质、高等级光追，8K 分辨率、2K 渲染加 DLSS 之后，帧数还真就57左右，只要适当降低一点特效，就可以保住60帧的及格线了。前几天还在感叹 4K 光追时代要来了，然后现在已经玩上8K 光追游戏了。而3080也有50帧左右，也没有出现爆显存的情况，以及差距还是13%左右这个游戏也太稳定了吧！分别将 2K 和 4K 为基础的 8K DLSS 画面截图下来，放大对比的话，可以看出来使用 4K 为基础做 AI 放大出来的纹理细致程度还是要高一点。同时 2K 在遇到一些特殊的东西会出现 bug， 比如图中的植物。但是 2K 为基础的 DLSS 的物体边缘依然是非常的锐利，而且帧数可以翻倍，纹理糊一点点在 8K 屏幕上面也不是很明显，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以 1080P 为基础做 DLSS 的话，感觉画面还是太肉了点，2K 是甜蜜点。最后一个测试 8K 的游戏是德军总部新血脉不过这也碰到了一个问题，3080只要切换到 8K 就会报错退出游戏，即使画质是调到低。后来试了几次误打误撞成功切换分辨率之后，跑基准测试只有7帧这个不用说肯定是爆显存了。换到24GB 显存的3090，开 8K 分辨率，我命修以画质并打开性能级别的 DLSS， 跑基准测试帧数可以去到50到60，稍微降一点特效，肯定可以实现60帧游戏。此时显存的占用去到了15GB不过我觉得更多应该是优化问题，在纹理没有加强的情况下，理论上不需要这么多显存。前面的2款游戏3080照样跑下来了。另外，在 Steam 上面输入神秘代码，进入德军总部的测试分支之后 ，DLSS 设置里面会多一个最高性能模式，此时的帧数可以高出10来帧，最后的统计结果平均能达到68，对于单机游戏来说，已经可以获得足够流畅的体验了。截图放大之后，可以看到最高性能模式下，画面锐度以及纹理的精细度比性能模式还是会低一点。但没有 Control 的 1080P 放大那么糊，而帧数可以高出10几帧，
能不能接受这个就等正式更新之后看个人喜好了。另外，《死亡搁浅》现在已经正式更新到支持 DLSS 2.1了，性能应该也有不少提升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次就先不测了。除了满足游戏用户之外 ，RTX 3090配备24GB 显存，更多的还是想满足专业用户的需求。所以我们这里也简单的跑了一下专业应用，在 Spec Workstation 的几个专业项目中，3090对比3080只有 3D 渲染软件 Lux Render 能有22%的提升，其他的项目差距都不是很大。在同样是 3D 渲染软件的 V-Ray 基准测试中，3090也能获得比较好的成绩已经是2080 Ti 的翻倍还要多了。i.64 的 GPU 纯理论测试中，3090倒是有不少项目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提升，特别是 SHA-E Hash 直接增加了40%。当然这些纯理论测试不太受显存影响还是要看实际的高分辨率渲染或者 AI 运算才行。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里只使用3维动画制作软件 Blender 跑了著名的 Jump Sharp 场景的渲染测试，在渲染过程中最高可以吃到15GB 的显存，出来结果是3080直接就爆显存不足，渲染不了。3090只要30秒就能完成测试，2080 Ti 却要3倍多的时间。对于场景复杂的 3D 渲染项目，或者使用达芬奇进行高分辨率素材剪辑等情况下，3090的24GB 显存更能发挥出优势。使用这些软件的人应该比我更清楚。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尝试多测试几款软件不同的应用场景。不过要注意的是，3090和 Quadro 等专业卡还是有点差别的。如果是特殊的专业软件，特别是工业方面的用户，最好就先借张卡回来测试一下你的软件的支持程度，或者咨询一下对显卡的需求，再确定是否购买。另外，鲁大师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只给了69万多，比上一次3080的成绩还低了点。鲁大师有他自己的标准。再过来是一个新功能方面的测试。上一次3080的视频中，我们也提到了散热系显卡支持了 AV1 编码的视频文件的硬件解码，但是没来得及测试。这回终于可以来看一下实际的表现了。AV1 是下一代的开放视频编码标准，是免费开源的，有比 H265 更高的编码效率。常见的硬件、系统、浏览器公司都在 AV1 联盟的成员列表里面。免费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未来各大视频网站使用 AV1 来推送 4K、8K 视频的几率会挺高的。现在微软已经提供了官方的 AV1 解码插件，是支持散热系显卡硬解的，直接从 Windows 10自带的软件商店下载即可。然后我们从油管上下载了一个 8K 的 AV1 编码的视频下来，在本地进行播放测试。1090K 加2080 Ti 使用 Windows 自带的电影和电视软件进行播放的时候，会发现非常的卡顿，但是显卡和 CPU 的占用却不高。在另外一台电脑上用 Portplayer 播放虽然不卡了，但是 CPU 和显卡的占用都非常的高这可是3900加2080 Ti， 软解真的很吃配置。而使用3090播放时，不光非常流畅，而且负载都在显卡身上 ，CPU 非常轻松，只有个位数的占用，显卡也只是使用了一部分整机功耗会比较低。使用3080进行播放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显卡的占用率只是视频引擎部分的百分比和3090差不多，功耗也不是很高，所以后续定位更低的安培架构显卡应该也是可以流畅解码 8K AV1 视频的。最后是功耗和散热测试，在30Max 最高功耗的光追测试项目 Port Royal 中，3090 Gamer 比3080 F1 高出了70瓦。上一次功耗测试的时候，我是 i.64 GPU 加甜甜圈烤机，但是没有勾上 CPU 相关的负载。发现有不少人似乎误以为那个是 CPU 加显卡的双烤，所以这次我专门勾上 FPU 烤机，方便大家参考整机功耗来选电源。我这里的 1090K 为了测试时更稳定，超5.3时电压加的比较多 1.4 几伏，所以功耗也比较高。满载时搭配上3080后，整机输入功率可以去到770瓦，3090则是约850瓦。当然这是比较极限的情况，大家如果不是这么暴力超频，平时也不会一有空就烤机取暖的话，分别搭配优质的750瓦和850瓦电源是没有问题的。散热测试依然是跑古墓11来模拟正常使用情况。3090 Gamer 在开放平台下运行半个小时后，显卡温度是66度，这个表现挺不错的，比3080 F1 还要低好几度。散热果然还是要看体积规模，3090 F1 的散热器也是挺大的。此时噪音约46分贝，有一点声音，但装进机箱之后基本就听不到了。终于又到总结了虽然测试的项目比较多，但是3090的总结这一次同样是非常的好做因为它的定位太清晰了。适合购买它的主要是2类人，一类是有充足预算的高端玩家就是想要每个游戏都有当前最好的体验，以及想尝试一下 8K 超高清游戏。
另外一类就是不需要 Quadro 的专业特性，使用 G4 显卡也能获得不错加速性能的软件的用户比如各种3D 渲染软件、达芬奇剪辑、AI 深度学习的用户等等。2080 Ti 能做好的3090可以做得更好，早点把活干完就可以多接一单，多赚的钱就能把显卡的成本补回来了。而对于想1万多块钱装台性价比好一点的电脑来玩一下游戏的朋友，还是3080甚至3070的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毕竟除了 8K 这种目前还远远没有普及的极限分辨率下，3080要爆显存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还有个问题就是3080 Ti 可能有点难处了。3080到3090之间本身差距就不算大，中间还要砍一刀，恐怕有点难。传闻中会出3080 20GB 显存版，就是怕价格也会按3090的幅度给加上去。这些还是交给神刀老黄去纠结吧。那么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个订阅，那就更好了。我是一王，下次再见，拜拜。